尽管赖清德正式走马上任，但仅有40%的民意支持，而且蔡英文经过8年的领导，多项重大民生经济政策跳票，留下的也是一个大烂摊子。这些都预示了赖清德未来4年的日子不会好过。尤其是民进党丢失台立法机构多数席次，让赖清德上台就跛脚，更加大了其施政的难度。520当天，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台立法机构中国国民党党团集体缺席赖清德的就职仪式。国民党团20号下午还召开会议，对21号台立法机构将表决该机构改革的相关法案进行沙盘推演。而就在3天前，台立法机构审查相关法案时引爆蓝绿大规模冲突，多人受伤挂彩。国民党方面对民进党民代的粗暴态度非常不满，并放话这将给赖清德未来的执政带来负面影响。他是一个只有40%得票率的少数。你们今天把蓝白都激怒成这样，那未来请问赖清德的预算要怎么过？在台立法机构有8席民代扮演关键少数的民众党，上周也召开记者会质疑赖清德从当选到就任空窗4个月，也未曾拜会在野党，尽显傲慢。从目前蓝白表达出的不满以及民进党沦为少数，可以预见，未来台立法机构内的争斗甚至持续混战将不可避免。未来赖清德想要推重大的政策和议题，都会遇到强烈杯葛。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制衡的状态，对于台湾未来的发展而言，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假设如果赖清德的施政没有受到强力的制衡的话，他很有可能会在谋独的道路上一路的狂飙。因此，我们衷心期待台湾社会内部这样的一种强力的制衡，能够从内政的制衡延伸到对他重大施政方针的权力的制衡。这样的话，才会避免赖当局未来的施政失控，也会避免台湾陷入到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除了蓝白的掣肘，赖清德还要面对前任蔡英文执政8年给自己留下的一大堆烂摊子。2016年，蔡英文520就职演说中抛出多张支票，包括将积极参与 TPP、RCEP 等多边及双边经济合作及自由贸易谈判，强化台湾社会安全网，积极推动司法改革，促成内部针对两岸关系凝聚共识，以及建立常态紧密的沟通机制，来防止误判，以有效解决争议。另外，为化解社会对立，蔡英文2017年称将邀请政党领袖坐下来谈，也始终未履行。2021年，蔡英文更进一步表示，针对当局体制和组织、地方制度、土地规划和区域发展，必须检讨调整，同样未进行。赖清德就职前一天，民众党召集数千名示威者在民进党总部大楼外抗议民进党执政8年跳票，多项改革原地踏步。抗议民众手拿在台湾名为巴勒的番石榴，抗议民进党成了只会开巴勒票及空头支票的巴勒党，未兑现包括媒体、司法等领域的改革。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现场痛批民进党当局是最大的诈骗集团，社会住宅8年20万户做不到硬凹，停电就怪小动物。蔡英文说当局听不到，人民可以大声一点或拍桌，选择走上街头，就是对8年的跳票无可奈何。民进党这8年下来的跳票，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了民进党的傲慢。台湾经济日报指出，稳定供电、能源转型以及在地缘政治、数字转型及近邻转型的环境下，如何成功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是赖清德所面对的3大经济问题。这3大经济问题没有一项不是民进党执政期间制造的，同时也没有一项是民进党当局可以轻松解决的。其中，能源问题无疑是最严重，也是让人民最有感的，都是民进党当局推出的2025非核家园这一激进错误的能源路线后，逐渐走向崩溃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民进党对核能的态度，如能沿用核能，能源转型就有所保证，电力供应也不会出现大问题。目前的大问题出在民进党内部，反核曾是民进党由在野走向执政过程中的神主牌，并在其极力渲染造势下成为吸票机议题。但民进党在激进路上走得太远，导致岛内常态化局部停电，电价持续上涨，台电持续亏损，绿电弊案丛生，更严重影响半导体等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台湾联合报上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就指出，蔡英文留给台湾最大的危机就是能源政策的破碎化，到了日夜难以接续的地步。前任的窟窿还没补上，赖清德又频频画大饼。赖清德在选举时就曾扬言要将台湾打造成经济领域的日不落，具体规划也相当大手笔。而在就职当天，赖清德又开始描绘蓝图，表示他会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未来将扩大幼托、长照、社会住宅等服务，改善物价、房价、贫富差距，强化食安、道路安全及社会安全网，继续改革教育、司法、转型正义等。
有分析指，赖清德7年前担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时，即一再宣称要解决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缺人才的5缺问题，但7年过去，5缺无一解决，缺电问题则是加倍严峻，这是赖清德无法遁逃的问题。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4月中旬，台湾北部差点大停电，再次暴露台湾供电不稳乃至缺电的危机。此前多年，夏季缺电导致频频拉闸限电，极大损害了民生福祉和企业利益。此外，蔡英文的2025非核家园绿能目标确定跳票，台电出现巨额亏损，因此自4月起调涨电价，平均涨幅11%。报道指出，随着岛内核3厂1号机的运转执照即将到期，届时岛内将出现951万瓦的巨大机载电力缺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核能专家布吉诺教授日前在台北市建议，解决台湾的电力危机，首要工作就是维持现有反应炉的运转，最好把封存与停止的反应炉，例如核4厂陆续恢复发电。核4前厂长王博辉也表示，蔡英文过去8年坚持太阳能发电及风电，被证实无济于事。他呼吁赖清德不要局限在小格局里，放弃民进党视废除核电为神主牌的僵化思维。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楠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赖清德如果想要解决岛内面临的一系列民生发展问题，以及兑现其承诺，关键就看他愿不愿意投入相应的资源。但坦白来讲，这是比较艰难的。台湾大量的资源其实用在了2个地方，第一个是用在了台湾的对外的军购方面，可以说是砸下了巨额的资源，而另外一方面，它又需要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比如说半导体等重要的产业当中去，这就使得民进党当局其实对于改善台湾的社会民生没有太多的资源可用。从这个角度上讲，未来赖清德的经济施政可以说是想要做好，其实是难上加难。过去8年，民进党当局加速去中化，推升两岸紧张关系，也让其得以对台军以及相关政策不断上下其手。当中最受岛内社会诟病的就是强推募兵制，因为少子化已经成为台湾严重的社会问题，再加上年轻人不知为何而战，更不愿上战场为台独充当炮灰，让台军人力不足的问题持续恶化。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将所谓转型正义塞入台军，加速拆除营区内数百座蒋介石雕像，此举遭到军方抵制。香港南华早报19号刊文指出，蒋介石的传承代表两岸的深厚历史渊源，与民进党政治理念相悖。如果赖当局强力推动拆除铜像，让政治正确渗透到军队，会对台军内部造成分裂。分析认为，这背后实际上是台军方对赖清德任命外行人顾立雄担任台防务部门负责人所表达的不信任和不满，这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赖清德未来4年的执政挑战。赖清德任命了一个典型的台独分子顾立雄去担任台湾的防务部门的长官，这是违背台湾防务部门内部升迁的相应的伦理的，并且这样的一个打着所谓的文人长军的旗号，其实是要推动台湾的军队深度绿化的行为，其实会在台湾军队的内部产生强烈的反弹。从这个角度上讲，台湾的防务部门能不能做到民进党当局要求的那种所谓的以武谋独，我觉得是非常艰难的。